在我们的直觉中，时间是一个独立存在的抽象概念，它只有一个方向，稳定地从过去流向未来。但你是否思考过，这究竟是为什么？为什么时间只能向前而不能倒流？为什么我们只能记住过去而无法预见未来？是我们存在于时间之中，还是时间存在于我们之内？今天我们要解读的书是《时间的秩序》，这本书将带领我们探索时间的本质，颠覆我们对时间的固有认知。本书作者卡洛·罗维利是意大利著名物理学家，广义相对论的开创者之一，被誉为下一个史蒂芬·霍金。《时间的秩序》是罗维利的最新力作，入选了《时代周刊》2018年10大非虚构类好书，也是豆瓣2019年最受关注的10大好书之一。在漫威电影《奇异博士》中饰演主角的本尼迪克特·康伯巴奇还为本书录制了有声版，该版本更是斩获了英国国家图书奖。我们将分3个部分来解读这本书。首先，我们会从宏观和微观2个层面去探寻时间的真相。其次，我们会进入一个失去时间的世界，看看万事万物在没有时间的指挥下如何运转。最后，我们会探索在一个不存在时间的世界里，我们为何还能真切地感受到时间的流逝。下面就让我们开启这场寻找时间真相的奇妙旅程吧。宏观和微观2个层面的时间真相。首先，让我们重新审视时间，探究时间的真相。从宏观角度看，在我们的印象中，时间给人最直观的感受就是具有独立性、统一性、当下性和方向性这4个特征。然而，最新的物理学研究却颠覆了这些观点。我们先从时间的独立性说起。人们普遍认为，时间是独立运行的，没有任何力量能够阻挡时间的流逝。这个观点最早来自于牛顿。牛顿认为，时间是绝对独立的，不会与外界事物发生任何联系。他以这种时间观为基础，建立起了现代物理学体系。如今，我们早已将这个观点视为常识。但实际上，时间独立运行、不可阻挡仅仅是牛顿个人的观点，这并非人类自古以来就有的直觉。一些哲学家也对此持反对意见。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就是典型代表，他是已知的第一个问出时间是什么这个问题的人，这可比牛顿早了近2000年。亚里士多德认为，时间是对变化的度量，也就是说，当我们提到时间时，其实说的都是发生变化的事情。比如，我要出差3天，这里的3天指的就是在我离开和回来之间，太阳会在天空中循环3次，就这么简单。那么，如果一切都不变，时间会停止流逝吗？亚里士多德的答案是肯定的。如果一切都不变，那时间就不存在，因为时间仅仅是对变化的记录。如果是这样的话，为什么即便我们在漆黑的深夜闭上眼睛，一动不动地躺着，也能在静默中感觉到时间的流逝呢？那是因为你的心在跳动，心中的想法在改变，所以你依然能感受到时间。这种认为时间必须依附变化而存在的观点，与牛顿的观点截然相反。反对牛顿的还有与他同时期的德国数学家莱布尼茨，他也认为时间不能独立存在，在时间的背后还有个更基本的东西，那就是因果关系。比如桌子上有一杯啤酒，这里就隐藏着大量的因果关系。如果不打开啤酒瓶盖，酒就无法倒出来；如果不把酒倒出来，杯子就不会装满啤酒。所以，通过梳理因果关系，我们就可以了解事情发展的时间顺序。在莱布尼茨眼中，时间就像是一副多米诺骨牌，是一个个因果关系的传递。第一张牌倒下，就会作用于第2张牌，第2张牌又会作用于第3张牌，一张张倒下去。我们感受到因果关系的传递，也就感受到了时间的流逝。在我们进一步探索之前，别忘了关注才知道并点击小铃铛。我们将继续揭示更多关于金钱的真相，祝你迅速实现财务自由。莱布尼茨坚决地维护他的这种时间观。据说他的名字里原本有个字母 T， 在牛顿物理系统中 T 代表时间。莱布尼茨坚信牛顿的绝对时间 T 并不存在，为了与信仰保持一致，他还把自己名字中的字母 T 给去掉了。那么，时间到底是不是独立的呢？爱因斯坦做出了最终的评判，时间不是独立存在的。
让我们来看看爱因斯坦是如何证明这一点的。第一步，爱因斯坦确定了光速不变原理，即光速对任何观察者来说都是相同的，不管你是静止不动还是乘坐宇宙飞船，观测到的光速都是一样的。从狭义相对论的角度看，超越光速是不被允许的，这就间接支持了莱布尼茨的观点。为什么呢？试想一下，如果对面有人用手机给你发送了一条超光速信息，结果你还没看到对方掏出手机就已经收到了信息，这就出现了问题，因果关系被打破了。一旦允许超光速事件发生，各种荒诞的场景就会出现。我们可能会看到玻璃杯在掉到地上之前就已经碎了，看到死者在凶手开枪之前就已经死亡，等等。正因为如此，爱因斯坦的狭义相对论确立了光速不变原理。正是有了这一设定，世界上所有的因果关系才不会发生颠倒，这就间接维护了莱布尼茨的时间观。第二步，爱因斯坦又提出了新的时空观。如前所述，光速有限，而宇宙空间又极其广阔，光从一处传播到另一处需要花费时间，距离越长，时间差就越大，因此时间和空间是紧密相连，不可分割的。一个最直观的例子就是我们测量宇宙空间时使用的单位光年，用一个时间概念来做距离单位，这就暗示了时间与空间的不可分割性。我们可以将它们统一成一个整体，称之为时空。爱因斯坦不仅合并了时间和空间，还将引力也纳入其中。比如，太阳的引力让地球做公转运动，这其实是因为太阳巨大的质量扭曲了周围的空间，而地球只不过是顺着这弯曲的空间轨迹运行而已。这种空间的弯曲就扮演了引力场的角色，而空间和时间又是一体两面，所以时空就是引力场，引力场就是时空。场是一种物理实体，引力场和电磁场一样，虽然独立于我们，但绝非超然物外。因此，场与事物的变化是相关联的，是动态的。打个比方，在牛顿的观念中，时间好比一个舞台，宇宙中的生命和物质就像是舞台上的演员。不管演员如何表演，时间这个舞台始终岿然不动。然而，在爱因斯坦的时间观里，舞台一直在与演员一起表演。他的演出还随着舞台上演员的变化而变化，时间的绝对独立性被打破了。那么，这个时间的舞台具体是如何表演的呢？这就要说到时间的第二个特征——统一性。人们普遍认为，时间具有统一性，意味着时间面前人人平等，全世界的人感受到的时间都是匀速的、一致的。但事实恰恰相反，时间从来都不公平，它的真实面目是忽快忽慢。影响时间快慢的因素有两个：质量和速度。先说质量，物体会使它周围的时间变慢，质量越大的物体，时间变慢的越明显。这是因为大质量物体的引力可以扭曲周围的时空，质量越大，扭曲的越厉害。地球就是个庞然大物，越是靠近地球中心的位置，时间的流逝就越慢。因此，住在平原的人要比住在山顶的人衰老得慢一些，即便海拔只相差几厘米，这种神奇的效应依然存在。也就是说，人脚部的细胞还要比头部的细胞衰老得慢一些。再说速度，运动也会让时间变慢，高铁上的时间就慢于自行车上的时间，速度越快，时间越慢。这是为什么呢？比如，我们来做一个实验，设想有一台光子钟，它的结构很简单，有上下两面镜子，中间有一个光子在镜面之间垂直弹跳，通过技术手段让它的往返次数来测量时间。在地面上，假设两面镜子相距1米，那么光子在镜子之间完成将近 1.5 亿个来回才是1秒。现在把这台光子钟放到高速行驶的宇宙飞船上，会发生什么事情呢？在飞船上的人看到光子钟依然是垂直上下运动，可是对于飞船外面的你来说，看到的就完全不一样。光子本身是在做上下运动，而飞船又在做向前运动，两者叠加起来，你看到的光子就是在做斜线运动。换句话说，你看到光子的运动距离变长了，由于光速是恒定的，运动距离变长，那么光子来回往返一次的时间也就变长了。所以在你的眼中，飞船上的时间变慢了，一切都像是慢动作上演。飞船上的人打个喷嚏，只
只需要1秒钟的时间，可是在你看来，他花了1分钟才打完了这个喷嚏。现在我们知道了时间的流速会被质量和速度改变，身处不同海拔、不同交通工具上的人经历着不同的时间，那么哪个时间才是真实的时间呢？书中指出，因为本来就存在着很多的时间，没有哪一个比另一个更真实。这样，我们又颠覆了时间的第2个特征——统一性。如果说2个人经历的时间是不统一的，那么这2个身处不同时间的人要如何交流对话呢？下面我们来看时间的第3个特征——当下性。时间里有个重要的概念，就是现在。如果你家人在房间里，你想知道他现在在做什么，那你看看他就知道了。但是要注意，你看到你的家人，是因为你接收了从家人身上传到你眼里的光线，光需要花点时间才能到你这里，比如说几奈秒，也就是1秒的11分之几的时间，所以你并没有看到他现在在做什么，而是看到他几奈秒之前在做什么。这么短的时间，我们通常忽略不计。可是如果你家人住在4光年以外的比邻星上呢？你看到的就只能是他在4年前做的事情，而不是他现在在做什么。也许你会说，我4年之后看到他正在做的事情，不就是他现在做的事情吗？这不就对上了吗？但这也行不通。我们前面说了，宇宙中的时间是没有统一性的。地球上虽然过去了4年，可是在比邻星家人的时间里，可能已经过去了10年甚至15年。而且问比邻星上的哪个时刻和地球上的哪个时刻相对应是没有意义的。就像问哪支球队赢得了篮球比赛的冠军，或者是哪个人当选上了美国总统一样，比邻星上不存在某一个时刻与地球上的当下对应的时刻。不仅是比邻星，整个宇宙中都不存在一个统一的时间，它的时间概念只能是局部的。我们地球上说的现在当下的概念，就像是我们周围的一个气泡，永远都只是我们眼中的当下，它不会延伸到整个宇宙。那么这个气泡可以延伸到多远呢？这取决于我们限定时间的精确程度，精度越高，气泡就越小，现在这个概念覆盖的范围就越窄。如果用奈秒，现在的定义只有几米；如果用毫秒，那就有几千公里。因为人类很难分辨出几十分之1秒的差别，所以我们把整个地球看作同一个气泡。所以现在这个定义就是我们根据自己的感受做出的一种模糊的描述。这就像我们远远地看到彩虹与森林有个交汇点，可是当我们走近寻找时，却发现那个交汇点并不存在。其实对于我们日常生活来说，这些特征对于我们的影响都不是最大的。时间最让我们觉得残酷和无情的是第4个特征——方向性。多少个世纪以来，无数人都在哀叹时间一去不复返。时间为什么能区分过去和未来呢？19、20世纪的物理学一直在讨论这个问题。虽然我们觉得时间从过去流向未来是那么天经地义，可是在物理学上，要找到一个定律或者方程来区别过去和未来，基本上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不论是牛顿力学、麦克斯韦的电磁学、爱因斯坦的相对论，还是海森堡薛定谔的量子力学，所有这些方程描述的物理现象都是可逆的。也就是说，一件事情正向发生，那么它们也会允许这件事情逆向发生。比如一颗星球，你可以算出它未来的位置和速度，也可以倒着算出它过去的位置和速度。既然正向和反向都可以，那我们凭什么说一个方向是过去，另一个方向就是未来呢？物理定律中唯有一个不可逆的定律，就是热力学第2定律。它是说热量只能从高温物体传到低温物体，而不能反过来。这是物理学中唯一一个单向不可逆的定律。而热量跟时间的方向性有着密切的关系。凡是让过去和未来出现差别的事情，都会有热量参与其中。比如当一块石头落到地面，机械能转化为热能，让石头稍微加热了地球，热量散去，石头也停止了运动。如果没有热量参与，石头就会因为能量守恒定律而永远被反弹下去，不会停下来。生命变老是因为身体产生热量，自行车变旧是因为摩擦产生热量。我们用大脑思考问题，是因为思考也会在大脑中产生热量。只要你去观察一个时间流逝的现象，都会发现有热量参与其中。热量是所有物理变量中唯一与不可逆现象有关的变量，它同时充当了时间的角色。
那么热量是怎样区别过去和未来的呢？如果宇宙一开始就处于热平衡的状态，各个地方温度相等，宇宙没有了变化，那不就没有时间的流动了吗？这个问题还得在我们自身上找答案，原因就在于我们对世界的观察是模糊的、不全面的。什么意思呢？举个例子，现在有一副牌，前26张都是红色的，后26张都是黑色的，我们就把这副牌的排列称为是有序的、特殊的。现在我们洗个牌，可洗完牌之后，牌的花色顺序刚好是草花、方片、黑桃、红桃，那这是不是另一种有序了呢？我们发现，当我们观察全部细节的话，每一种排列都是特殊的，每一种排列都是独一无二的，它们都可以被称之为有序的。我们观察宇宙就像是在看一副巨大的扑克牌，而我们的星球不过是其中一粒渺小的尘埃，只能与宇宙中极小的一部分相互作用。因此，我们无法看到宇宙这副扑克牌的所有排列组合，只能像盲人摸象一样，看到其中的一小部分，而忽视了绝大部分。然后，我们就认为时间一定是从过去走向未来，同时感受到了时间的流动。那么，如果我们把宇宙的全部细节都考虑进去，是否就没有哪个排列更有序、更特殊了呢？时间流动的特征会消失吗？答案是肯定的。如果考虑宇宙的全部细节，宇宙的任何排列都可以被视为一种秩序，过去和未来的区别也就消失了。因此，时间的流动也许并不是宇宙的特征，而只是来自我们人类独特的视角。在宏观世界里，时间没有独立性、统一性、当下性和方向性，我们熟悉的时间已经变得面目全非。而在微观的量子世界，人们普遍认为的时间的连续性和确定性也将被颠覆。时空是一种引力场，是物理实体。物理实体在微观世界会呈现出量子的特征，时间也不例外。量子有个最基本的特性叫分离性，即它的能量不是连续变化，而是只能取特定值。当时间被量子化，会出现什么事情？如果我们用最精密的钟表去测量一个极其微小的时间段，就会发现测得的时间只能是一段一段断开的，时间的连续性就消失了。还有更奇怪的事情，量子有个测不准的效应，它处于叠加态，没有人能确定它的位置。这就是著名的薛定谔的猫思想实验，将一只猫关在装有少量镭合氰化物的密闭容器里，镭的衰变存在几率，如果发生衰变会触发机关打碎装有氰化物的瓶子，猫就会死；如果不发生衰变，猫就存活。根据量子力学理论，由于放射性的镭处于衰变和没有衰变两种状态的叠加，猫就理应处于死猫和活猫的叠加状态。当时间也处于叠加态，一个时间可以同时存在于过去和未来，这就是量子世界的运作方式。通过分析宏观和微观世界，我们让时间丢失了一连串特征，那个我们熟悉的时间几乎不复存在了。没有了时间的指挥，世界该如何运行？1967年，两个美国物理学家发现了一个量子引力的基础方程，在这个方程里居然不包含时间这个变量。起初没有人能理解这个方程，连发现者本人也理解不了。没有时间，难道世界是静止不变的吗？但后来人们意识到，基本方程中时间的消失并不意味着时间会静止，恰恰相反，这意味着变化普遍存在，而无需被时间指挥。它描述的不是事物在时间中如何变化，而是事物相对于彼此如何变化。举个例子，伽利略发现用脉搏的跳动可以测量吊灯每次摆动的时间，然后人们又因为吊灯每次摆动的时间都是固定的，发明了钟摆。再接下来，医生就可以用钟摆来测量病人的脉搏。你会发现这变成了一个循环，伽利略用脉搏量钟摆，医生用钟摆量脉搏。实际上，时间只是一个中介，我们从未测量过时间本身，我们测量的只有脉搏和钟摆两个物理量，然后得出它们彼此相关的变化。当我们抛弃了时间之后，有一件事情就变得明确，宇宙是由变化的事件构成的。我们过去认为宇宙是由物体构成，其实所有的物体都只是变化中的事件。一块石头不是物体，它是量子场的复杂振动；一朵云不是物体，它是空气中的水蒸气的凝结；一个家庭不是物体，而是关系、事件、感受的集合；一个人也不是物体，它是食物、信息、语言等进进出出的复杂过程。在这个由变化的事件所构成的宇宙中，
一切皆可扮演时间的角色，这就是我们这个世界真实的运作方式。可是问题又来了，既然这个世界没有时间，那我们为什么会真切地感受到时间的存在？它来自何方？为什么会有时间？时间来源于我们的记忆。比如我们写字就是用笔的摩擦力把纸张加热了一点，留下字迹。我们是通过痕迹来判断时间的，有痕迹的算作过去，没有痕迹的算作未来。在没有热量的世界，也无法在纸上留下痕迹，我们就没法判断时间了。我们的大脑能收集过去的痕迹，让它们形成记忆。此外，大脑还能把分散的记忆组合起来，以此来预测未来。当我们看到一个杯子坠落着地摔碎的时候，我们的大脑中并不会产生3个截然不同的信号，而是只会产生一个信号。我们看到的是整个世界的发生过程，而不是一个一个的瞬间。就好像我们听音乐，听的是音符之间的组合关系，而不是一个一个独立的音符。如果大脑不能将它们前后连接起来，一直处于当下，这一刻又怎么能听到美妙的音乐呢？所以我们感受到的时间是我们大脑制造出的一种连贯的感觉。这个观点其实相当古老，古罗马时期的思想家奥古斯丁在《忏悔录》中就询问了时间的本质。他说，当我在测量时间的时候，我是在测量当下存在于头脑中的东西，时间就存在于我们的内心。德国哲学家康德和海德格尔也有同样的看法，他们认为时间只在人类的范畴里存在，它是由我们的内在感知塑造出来的。作家普鲁斯特看得更为透彻，他在《追忆似水年华》的第1卷中就写道，现实只由记忆构成。现在我们终于发现了时间的真相。首先，人们普遍认为的时间的4个特征都是不存在的。时间不是独立存在的，而是和事物的变化相关联。时间的流速会被质量和速度改变，身处不同海拔、不同交通工具上的人在经历着不同的时间。时间不具有当下性，我们所说的现在对别人来说可能是过去，也可能是未来。时间从过去向未来流动，也许只来自我们人类独特的视角。在微观的量子世界，时间不再是连续的，同样在量子世界，时间也失去了它的确定性，一件事可以同时存在于过去与未来。接着我们又进入到了一个不存在时间的世界，了解到宇宙中所有的物体，比如一朵云、一块石头，都只是变化中的事件。最后，我们探究记忆的本质，发现时间原来只是大脑为我们制造出的一种连续的感觉。1955年，爱因斯坦在一位挚友去世时说了这样一句话，他从这个世界离开了，比我先走一步，但这没什么。像我这样相信物理的人都知道，过去、现在与未来的区别只不过是持久而固执的幻觉。这句话并不是对时间的学术探讨，而是来自爱因斯坦对生命的体验，这比物理本身还要深刻。时间因为我们才产生，我们才是时间的创造者。关注我，我是才知道，带你解锁更多金钱的真相。